姑母见到这些缸，不断的流泪说：“我家开了几家酱园当铺，现在倒的倒了，烧的烧了，幸亏他一生省吃俭用，才留下这2万银元。”说毕，大家都陪着流泪。这时已经深夜，大家请舅父说句话。四伯父踌躇了好久，才把如何分配的办法说出来。当然儿子每人1份，女儿照规矩只给一些嫁妆费，而是没有份头分的。但是四伯父主张女儿也各分半份，姨太太也分1份，姑母也分1份。首先跪在地下的是2个女儿和姨太太，继而几个儿子也跪下来表示同意。姑母极大方地说：“四哥，你分得好公道，我完全同意。”接着向儿子说：“现在向舅父叩过头之后，以后不准再有一句话。”儿子们个个唯唯称是。姑母又说：“依照旧时的规矩，主持分家的舅父应该也分1份。”四伯父连说：“不必了，不必了。”大表兄就说：“我们大家已分了银元，剩下来的40只元宝应该孝敬四舅父。”四伯父抢而后可，说：“40个银元宝，我和你们母亲各得1半，而其中有2个元宝要给阿元的，因为我在场目击其事，要我保守这个秘密，而且还有要我做下一代的证人之意。这2个元宝大小相等于阴历12月23日宋造君老爷上天供的唐元宝一样。我得到了这2个元宝，把玩不忍释手，但与书上看到的2耳又薄又尖的元宝完全不同。原来元宝有好几种，一种是官方铸的，叫做元宝；民间银楼铸的叫做元定；民间富家也有自铸元宝的。此外，有一种中心是很饱和的圆形，上面有很细的环纹，叫方定，是一块方形的白银，中心也是凸起有细致的纹，2耳都是很薄的。我拿到的一只是圆定，10两重，上面也有细纹，所以称作纹银。我把圆定玩了很久，四伯父说：“交给我代你保管，小孩子拿来拿去是要闯穷货的。”待到分配完毕，时已接近天亮，许多婢仆还在寺院里守夜，于是大家动手急急忙忙把泥土碎石和坏地板丢弃花园中，仍旧把画香照原样放回原处。大表姐已经预备好饭菜1桌，绍酒2壶，请大家来吃分家的这一餐，名作和气酒，又称兴隆酒。其实我已经倦得倒下来了。地窖中埋藏银元的风气，家家都是如此，不过数目和方式不同。城里人如此，乡下人更普遍。因为银元的价值是经久不变的，而且藏在地下，可以防止抢劫、火灾、水灾。只因从前救火的设备简陋之极，一烧就是几百间屋，贮藏钞票危险极多，而窖藏银元就没有这种顾虑。后来抗战开始前有一个时期，银元收归国有，只有钞票可以通用，但是法令尽管是法令，各户人家窖藏的银元还是不肯拿出来。直到抗战胜利之后，纸币崩溃，老百姓对什么币都不相信，大家把窖藏的银元搬出来。不但上海有数千银元摊，连各省、各县、各市、各乡村都是银元的世界。这就是说明民间平素窖藏银元的习惯是根深蒂固的。受教甘翁，突遭波折，我跟随丁甘仁老师写方的时节，仍住在南市。一清早步行到英租界，沿途经过中西名医的诊所，当时有几个医生早晨7时已经开诊，下英堂门诊6角6及小杨6角，同源6枚，殷寿田门诊4角4，
唯有平桥路上的张湘云及张龙门诊取费2角2，西医陈一龙、庄德、臧伯庸收费都是小洋8角。这种观察对我将来开业很有帮助，看他们如何应付病家，如何诊疗处方。他们各有千秋，最有趣的是张龙，早晨6时，满屋子满天井都是伤寒发热的病人，都由家人用藤椅铺板抬来的。他家里的天井极大，里面有许多卖个是点心和粥品的小贩，专门供应给陪伴者的家属吃的。这时张龙年纪也很老，他有2个儿子，2个孙子帮着料理，一天要看到200-300号。后来和他们相熟之后，才知道张龙的门诊虽然收2角2，但是有人只给几个铜元，他也一样替他们看病。张龙家用只许用铜元，银饺子丢在一只空火油箱中。所谓火油箱，就是装5加仑汽油的方形铅皮箱，倒油的时候不过打2个洞，可将全部汽油倒出。张家就利用这种空箱，打一个放进银饺子的小口，每天陆续把银饺子丢下去，只能放进，无法拿出，积满1箱就送到密室中，子孙要搬都搬不动，抢劫偷窃都不怕的。丁干人老师的门诊是1元2角，每天看到100号左右，是全上海诊金最贵的一人。后来安徽王仲奇、北京陆仲安到上海开诊，门诊取费2元、4元，但是每天求诊的人不过10-20人。丁干人老师因为有嗜好，门诊时间定早晨9时起，诊所就在白客路、金凤阳路、申家园，有时延迟到9时半才开始，我必然先到诊所等候。有一天我迟到了10分钟，别的师兄就凑上去写方，丁老师一边唱药方，师兄一边写方。那位师兄因为听不懂他的常州土话，紧张太甚，落笔踌躇。丁师面有不悦之色，便问陈某人怎么不来。一会儿我到了，丁老师问我：“你家住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住在南市，相距此地有5里路，是步行来的。”丁师在那天门诊完毕之后，吩咐管家的挂号先生说：“明天起让陈师兄住到这里来，指定一个小房间使用。这小房间就在弄堂底，中间有一个横额，是吴昌硕写的‘留有余地’4字。我很高兴，因为我知道这个房间要5年以上的老师兄才有资格居住。我一下子就住进去，别的师兄都有不悦之色。我这才知道，一个人立身处世，最初会受到同窗的歧视，将来会受到同业的嫉妒，必须要做一种联络工作，即是尽是所谓打开公共关系。我那时节每月有固定的收入20余元，我就划出1/4作为交际费，1/4做服装费，其余1半作为储蓄。我用这些交际费请了4位老师兄到新世界游乐场去玩了一次，门券是每人小洋2角，里面有许多吃食的摊档。我又花了几毛钱买了许多咸的甜的东西，抓在手里，大家边吃边玩，尽欢而散。于是我才能安安逸逸地住进这间小屋中。这是间黄搓酒、楚酒、半酒服公司，将发行百灵鸡药丸，先期把面额1000元的股票送给8位中西名医，并选为董事。中医只有丁干人老师名望最大，所以特送一份。丁老师接受之后，交给他的第2位哲寺仲英先生，要他代表出席董事会，并将开会通知书由我送到4马路金福州路中和里仲英先生处。